赵露思生图上热搜一团营销好看，网友不买账。相信对娱乐圈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很多热搜并不是真正的走红，有的是被经纪公司买来做营销用的。因为网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的火爆，赵露思的公司也开始关注她的宣传。赵露思参加品牌活动的照片登上了热搜，一时间网友的讨论度飙升。对于赵露思盛吐的热搜，很多网友点开后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也能提升颜值？面对粉丝铺天盖地的批评，有网友试探性的表示，这样的造型在娱乐圈中还是比较常见的。其实赵露思的五官还不错，也算得上是小美女了，但是在美女那么多的娱乐圈里，她还真的不是那个惊艳的。也因此，团队宣传她的颜值，网友们却并不买账。其实赵露思的演技还是不错的，拍戏的时候眼神也很犀利。这种实力要是走演戏路线，那可比炫耀自己的外表要聪明。和她一模一样的赵丽颖和杨紫，几乎没有刻意推销自己的颜值，反而让好演技的标签更加固定。像杨紫的风中人，赵丽颖的收视天后，不仅没有让观众反感，反而收获了更多路人的喜爱。营销颜值和颜值在娱乐圈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很多宣扬美的女明星都翻车了。比如号称4000年美人的鞠婧祎，就一直在炒作自己的美貌。可她一次次翻车，先是被炒整容，后来又被扒光衣服，额头上抹了厚厚一层发际粉。她不仅没有赢得路人的好感，反而一步步失去了人气。这么多年，娱乐圈里一直宣传美颜不翻身的女明星少之又少，其中颜值营销最成功的大多是颜值出众的，比如还珠格格、钟碧小姐姐还美的宫女金锁、新疆大美女迪丽热巴、神仙姐姐刘亦菲，这些超级美女炒作颜值，但因为有底气，所以没有翻车。在娱乐圈这种美女云集的地方，炫耀自己的容貌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。尤其是赵露思这种身材娇小的女生，其实性格很有趣，演技也不错，这样的形象会更受欢迎，你不觉得吗？跳绳作为最高效的有氧运动之一，一直是众多健身爱好者减肥的最佳利器之一。其实不仅是健身爱好者，热爱跳绳的明星也比比皆是，比如女神容祖。之后她在社交平台发文称，经过不断的跳绳训练，她从500跳到了1800。最爱跳绳的柳岩，每次热身至少跳绳2000次。年轻的小花陈钰琪拍完戏回到酒店就在房间里跳绳，没地方锻炼。她说，跳绳可以让她保持健康，减轻体重，减少肿胀，同时消磨时间。跳绳是一种简单快速的减肥运动，连续跳跃10分钟所消耗的热量相当于慢跑30分钟，燃脂率约为跑步的3倍。当提高跳绳速度时，跳绳就会变成有氧和无氧训练的结合，在减少肌肉流失的同时，还能在跳绳后继续燃烧脂肪，最大限度地提高燃脂效率。林心如发表尊重隐私的博文，被网友转发，骂了近3万次。台媒火上浇油，林心如被骂是因为她嚣张，因为她无理，因为她坑爹。近日，林心如发博，愤怒谴责曝光和传播女儿正面行为，呼吁尊重隐私。一句看似很有道理和态度的一句话，却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不满，只会欺负大陆人。你们在这里疯什么？不关我们的事。事件恢复，林心如带着女儿海豚去台湾参加派对，却被在场的人拍到。随后，台湾媒体《明镜周刊》发布了这张照片，林心如躲藏6年的女儿如意被曝光在公众面前。事情发生在台湾，枪手是林心如的台湾朋友，让女儿照片外泄的是在场嘉宾，曝光发酵的是台媒。但是林心如很生气，然后跑到中国大陆的社交软件上发泄。在台湾人常用的社交软件上，她只贴出几个愤怒的表情，并简单提及。在林心如发文之前，中国大陆的网友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却无缘无故被扣这么大的锅。果然，林心如的心谁都知道。这已经不是林心如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展现霸气了。林心如的两面派和过分的嚣张气焰让她拉了一把，多次得罪观众。
林心如很早就出名了。1994年，年仅18岁的她因与郭富城合拍广告而进入演艺圈。出道不久，林心如事业爱情双丰收，先是喜欢上当红的林志颖，然后在《还珠格格》中饰演紫薇，后来又参演了《雨中情》，白莲花这个角色一炮走红。走红后，林心如有了在圈内公开的底气。2004年，在节目《康熙来了》中，她抹去眼角的泪水，指责周杰在《还珠格格》中亲吻吐舌。也正是因为她的委屈，饰演尔康的演员周杰被骂声包围，人气一落千丈，像是被软了一样。周杰也在这次教训夏丽夏誓言，再也不拍床戏、吻戏等极端场面。但人就是倔强的，林心如的指责直接把周杰打到了谷底，事业一落千丈。直到2017年，周杰才有机会为自己辩护，发了一篇长文。林心如穿过画室，只答道：做人容易，多说无益。不知道周杰的真面目，但林心如的口碑在2017年跌到了谷底。因为出名太早，林心如已经积累了不错的家业。她带着3亿的项链走台湾红毯，还给女儿买了20万的手表。不过她发展多年，在内地淘金无数，可见她爱惜头发。2017年，林心如在一次慈善晚宴上换了2套裙子争美，结果被当场单挑，1分钱都没捐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人总结了林心如出道以来的捐款情况。她参加了65场活动，共捐款30万元，全部在2008年。林心如的吝啬也是按照地域来分的。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林心如一共捐了10万元，而在日本地震时，她更是慷慨捐出150万元。因为这起骗捐丑闻，让林心如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虽然她没有明确表态，但她从未参演过任何内地剧，基本退出了内地娱乐圈。为什么他们基本上被撤回了？因为林心如并没有真正消失，她还在时不时的在中国大陆营销更新消息。2019年，停工1年的林心如回到内地，参加真人秀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赚钱。在节目中，她再次以学长的身份表现出刻薄的态度和施加压力，让年仅19岁的吴磊看到了社会的危害。《亲爱的客栈》第3季改成了电商节目。有一个环节要求明星们打印自己房间的照片进行宣传，最后进行比拼。由于明星们不会使用打印机，只好到外面找外援。最后，大家只拿到了黑白打印的传单，只有吴磊默默学习，修好了客栈里的打印机，印出了5颜6色的传单。林心如等一群人围了上来，要求吴磊无私奉献，帮助他们战斗。但是距离报道和宣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吴磊也没办法帮忙，更何况游戏规则是自己玩，不能互相帮助。这时，林心如看到吴磊打印的宣传页上印着全体客栈员工的大头贴，顿时有了底气，叫吴磊，你还是多印几份吧，我们1人1份，毕竟我的肖像权在我手里。年仅19岁的吴磊沉默了，林心如声音更大了，瞪大眼睛指着吴磊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林心如很像《还珠格格》中容嬷嬷刻薄的样子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用针灸来折磨吴磊。有了肖像权这句话，林心如想霸占别人的劳动成果。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林心如，吴磊沉默不语，手足无措。或许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识到来自娱乐圈长辈们的压力。林心如优越的姿态和咄咄逼人的语气从小就有。在上学的时候，她就因为长得好看而受到优待，在众人的追捧下，她渐渐养成了霸道的脾气。值班的时候，她会偷同学的饭菜，不是因为她吃不起饭，而是因为她想逗弄同学。学生时代，林心如经常收到情书，收到情书后，她恶作剧将情书贴在校园布告栏上。林心如很享受这种有权有势，能指使人看别人丢脸的感觉。老师上课的时候，他会故意把老师锁在办公室里，然后他跑到校长办公室诬告老师故意旷课。后来老师被开除了。多年后回首，林心如并没有为自己的任性行为感到遗憾，反而得意地笑了。
因为喜欢木村拓哉，不愿相信他已经结婚生子的事实，甚至污蔑对方的妻子。我觉得这个孩子不应该是他的，一定是骗女人的。看完这些言论，突然明白为什么于正辉和林心如撕破脸，当众炮轰林心如。我最讨厌演白莲花的人了。林心如从来不是心地善良的紫薇，也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如萍，她就是她，从不改变。她出道早，事业顺风顺水，在内地娱乐圈积累了足够的人气和资本，这也成为她拉的底气。林心如的第一部电影《慈禧太后》是在内地拍摄的，这让她作为制片人赚得盆满钵满。慈禧播出后，林心如在台湾一档节目中被问到拍这部戏赚了多少钱，林心如直言，除了台湾，我什么都会赚钱。如果我在台湾，我会追逐自己的梦想。林心如在内地拍了几部戏，已经赚了不少钱。骗奸事件后，她以制片人的身份回到台湾，随后解散了霍建华在横店的工作室。表面上，林心如家族已经脱离内地娱乐圈，但他们还是要时不时在内地网络上大显身手。现在女儿的正面照曝光，她在内地社交平台上也是第一个吐槽的，台湾媒体也纷纷效仿，为大陆网民推波助澜。回顾这几年，林心如上过不少热搜。当她回忆起与霍建华第一次合作《初生之光》时，她就上了热搜。大 S 床垫出事的时候，她也想去大陆买瓜，随便拍一张和霍建华秀恩爱的照片，花哨的造型就能上很多热搜。谈女儿硕士毕业，甚至还有素颜照。所以别说林心如不关心大陆市场，她的野心或许是两全其美。现在井号林心如米私密很微很井号已经上了热搜，大家转发了3万次，回复她林心如尊重内地男吗？你必须学习如何写尊重。